这不只是比赛，是每一拳每一脚打给自己看的证明。T110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8月30号，谁能撑到最后一刻？好，每一拳每一脚都是对自己的证明。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欣赏 T110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一样在8月30号的下午，我们一起来到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三重馆，要继续来欣赏这相当精彩又刺激的赛事哦。那一样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们的卢胜文文哥来担任赛评，还有我林志儒以及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来为大家服务。文哥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森健身格斗的卢胜文阿文教练。是，那经过上午场的赛事，我真的必须说，好精彩、啊，太精彩了，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又血脉奔张。那现在继续要下午的赛事，一样会带来拳击跟踢拳，另外下午也会有女子组的赛事，大家也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没有错。对，那现在下午场目前下午场第一场的赛事也马上就要展开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场选手进场状况。哇，下午场的第一场啊，就非常的精彩、啊，是来自我们 TMMA 的选手对上我们武森健身格斗的选手。对，红角是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杨佑维，在蓝角则是武森健身格斗的陈玉凯哦，这是男子拳击67公斤级挑战组的赛事。哇，两个人的拳龄啊都非常近啊。TMMA 杨佑伟只有8个月，陈玉凯只有拳击半年经验啊。是，陈玉凯倒是有蛮多比赛的经验。我们比赛开始是一开赛，哇，两边马上很快就直接近身来做换拳哦。哇，两个人节奏抓得非常紧凑啊！哇，闪的都很及时哦。持续来抓下整个距离。One two punch， 红方的攻击非常的密啊。哇，这个第一声闪过很漂亮哦。红方非常有自信啊，那我们蓝方的陈玉凯可能就要再抓一下节奏。是，毕竟啊，他是地主队啊，现场的欢呼声非常大、啊，但我们武森也不能输啊。我可以在线上帮你加油啊。是，哦，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场真的很多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朋友，这帮杨佑维加油。但我们文哥本身就是武森出身啊。可以，这边可以让你线上让他应援一下。我必须要挺自家人啊！哇，两边现在气氛很热烈哦。哇，角落这个后手的攻击，但是并没有有效击中哦。这边裁判要求两人分开，回到比赛场中央。哦，稍微的互相试探哦。双方都在试探彼此啊，但红方的攻击比较猛烈一点哦，不过现在刚刚蓝方有一个逼到角落的机会，但又被逃开了。哇，红方非常佯攻的动作很多啊。是。哇，这个低头，但这次没有成功闪掉，两边抱住。现在裁判是要求分开。相较起来，蓝方武森的陈玉凯是稍微沉着一些哦。没错，他还感觉还在抓节奏，但红方感觉已经抓自己的节奏了。对，现在逼到角落，哇，打到大那个下裆啊！刚才哇，这下是打到下裆哦。蓝方确实是刚那个打肚子的时候打到他下裆啊。对，刚好第一回合比赛时间也到了，所以这边要再确认一下两边选手的状况啊。哇，这个赛事回放可以看得出来啊，红方啊打得非常激烈跟猛烈啊，是，蓝方感觉想要抓一波啊。就算红方这边杨佑维选手比较多次是被逼到了角落，甚至围绳上，但都能够适时反击。哇，这一下确实是打到他下裆。红方做的动作跟控制距离非常好，有时候远，有时候近啊，让蓝方一直摸不着他的距离啊。是。但所以在我们这边武森的选手啊，可能就要再拉出一点距离，看一下他的动作是什么，不一定第一个就要真的。是。做手会。
那现在教练团跟助手要退场，现在第2回合比赛要开始哦。红方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我们的地主选手杨佑伟对上武森的陈玉凯，第2回合比赛开始。哇，几次假动作，稍微现在两个还是试探比较多。红方直接一个body打在他肚子上，但陈玉凯表示没问题哦，还双手比划了一下，再找机会。哇，刚手命中头部的。哇，这个右拳上勾确实有喷头啊！对，要控制红方选手，不能让他一直赛斗两边走啊！哇，来到角落，来看陈玉凯的机会，啊，这边不逃开，还是逼在围身上，想要往头部做进攻，但这边抱在一起，再分开回到场中央。杨佑伟的脚步非常好，是都会进退左右的来去自如啊。但陈玉凯感觉就要一直往前压的感觉。是，哇，接下来到角落有没有机会？陈玉凯压住，哇，这个body shot手命中了，肚子头，这个后手不断大炮的连续攻击，对吧？抓到机会就不能放啊。是，哇，这个body shot漂亮，红方杨佑伟的body shot，哇，又一记。刚打在身上，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哦。哇，感觉有影响啊，手有点掉下来。陈玉凯，对，现在红方这边教练团不断提醒哦，要杨佑伟的脚步持续跳起来，但是又被逼到绳子上。哇，红方的脚步真的非常的敏捷啊。那蓝方body shot再中一颗啊。哇，后手往头部的攻击。蓝方的呼吸感觉都被破坏掉了，是，因为嘴巴大口呼吸啊，连续body shot的命中哦，对于整个呼吸的节奏影响很大哦。哇，这边持续想要进攻，但第2回合比赛时间到点。哇，这回合2位选手，蓝方来自武森的陈玉凯，第2回合一开赛进攻相当的积极哦，但杨佑伟后续几次的body shot 反击相当的精彩。再透过这个重播来看一下，哇，这边命中第一时间还表示没问题啊！哇，这个动作蛮帅气的，腹肌不是练假的。对，这边逼到角落，确实能够有效的来攻击到对手。对，你有看到红方杨佑伟啊，其实都会骗一下距离，然后突然后退打一个反击啊。是，其实，在陈玉凯是要解决一下这个状况啊。尤其刚第2回合杨佑伟连续的 body shot 都是有效命中哦，攻击到陈玉凯的腹部哦。对，没错，他的手直接掉下来了。那现在最后第3回合比赛，好，即将开始。这场由来自武森南方的陈玉凯对上 TMMA 红方的杨佑伟。哇，杨佑伟中头部哦，走了一个角度，打个后手啊，很准啊。现在又要尝试的避开这个角落，这边刚刚杨佑伟被裁判有提醒哦，头要抬高哦。现在节奏稍微缓了一下，哇，陈玉凯还是可以做一些动作，无所谓的动作、啊，对，表示你这下是没有成功打击到我的、哦。但他下巴要收啊，蓝方选手陈玉凯，哇，那个肚子有影响到啊。对，哇，这边又被命中头部，但他又尝试反击。哇，手要拿好啊。对，红方的攻势有点强烈啊。哇，大口呼吸啊，这个要小心啊。是。第3回合的交手，陈玉凯跟杨佑伟。好，现在来到围身边哦，来看陈玉凯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哇，红方在第3回合脚步还是非常敏捷啊。对，杨佑伟的脚步很漂亮哦，这边想要推到角落，但这边缠抱在一起。没有好的机会，的确是要缠抱、啊。是，裁判要求两人分开，现在再回到比赛场中央哦。比赛时间持续的倒数流失当中。陈玉凯这里必须要把握更多，想办法更加积极的抢攻，来到围绳旁边，这边交缠。
两个人体力都大幅下降啊。是，最后倒数阶段10秒钟绝对不能留啦，直接互换了。对，现在两边没有再退让的空间。哇，一阵激烈的换拳。哇，比赛时间到。最后一波杨佑维掌控的很好啊。是，也让场边一样来自 TMMA 的朋友们非常兴奋的欢呼啊！不过最后的比赛结果还是要来看裁判的判定哦。下午场的第一场就这么热血沸腾的吗？对，大家如果刚吃完午餐，原本有点昏昏欲睡，现在可能马上都醒过来了哦。最后就要来看裁判的判定结果。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比0，红方胜。好，那就恭喜红方代表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杨佑维，3比0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哦。对，比如说武森的陈玉凯哦，其实表现是相当的不错哦。确实。但杨佑维在这场比赛确实展现出了他不管是脚步上的运用、空间的掌握，几次 body shot 也非常的关键哦。没错，他掌控控制力真的非常好，距离攻击都非常好，闪躲什么都做得非常的全面。但陈玉凯感觉就是想要抓一波，但有时候就会被打乱那个节奏。是，那最后就还是恭喜杨佑维，在一样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应援加油团面前，没有落苦呀。成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虽然我是武森的出来的，但我担任赛评还是要公平的讲解。是。线上观众会骂。那再次恭喜杨佑维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非常精彩的比赛。是，那接下来是一样是拳击赛事，要来看到女子组的比赛哦。是女子60公斤级挑战组的赛事，红方代表是来自浪居格斗的庄佩瑜，至于蓝方代表来自 Shining Fighting Cup 的林玉璇哦。两个人都有相当多的拳赛经验啊，但他们的拳龄啊，就大概很蛮相近的，都是踢拳2年跟3年。对，两人也都有踢拳比赛经验，但这一次在我们 T110的踢积分挑战赛当中，是参加的是拳击的项目哦。哇，我也发现红方选手穿的不是拳击鞋啊！是，哇，这个很激动啊，直接开战啊！哇，一开战，两人马上逼了上来。不是，女生打的比男生还激烈啊！连续的左右护拳，红方猛烈攻击啊！完全没有任何喘息，但又被反击拳打中头部哦。哇，大开大合的拳一直来啊！蓝方无法招架吗？哇！一路从角落再打到另一边的角落。哇！这里裁判是先喊停哦。手肘要小心啊！是。重新回到比赛。哇！结果还是要马上就冲了上来。哇！这个不能去拨头发，是这个会被攻击啊！哇，蓝方有点慢慢的抓回了节奏了。对，刚刚一开赛，红方的庄佩瑜很猛烈的攻击哦，但现在哦，确实刚刚那样一轮猛攻哦，体能一定是有所流失的。我现在稍微缓了一下，来看林玉璇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来做一些反击哦。哇，红方感觉现在动不了啊，只能在原地做反击啊。是，但蓝方冲进去要小心啊，要迎击一直被抓到啊。对。头部的保护在做的同时，但现在庄佩瑜就抓准机会攻击腹部了。哇，这边又是一个激烈的换拳。不断的换拳哦，再度拉近距离。现在来到场边围身旁边哦，感觉两个人油箱都下降许多啊。是。都已经有点单拍打击了。现在反而是红方被逼到角落，第一回合倒数。哇，互挖肚子啊！是，哇，不断后退哦。林玉璇的攻势让对手不断后退。第一回合比赛时间到点。哇，结果我们女子60公斤级挑战组的赛事
一开始就这么火烈，一开赛完全没有让人有喘息的空间、啊。哇，就是这边啊，你看这样子持这边续才是比赛刚开始的大概前20秒啊，太扯了。完全无氧运动的概念啊，两边不断的连拳交换哦。你一拳我一拳的一直来往啊，哇！非常激烈的较量。红方来自浪居格斗的庄佩瑜，对上蓝方 Shining Fighting Cup 的林玉璇哦。林玉璇外号就叫 Shining， 是，就像在场上一样闪亮哦。对。现在第2回合比赛开始，来看啊，哇，现在稍微节奏就缓了许多，跟刚刚一开赛相比。看得出来，林玉璇现在脚步是稍微比较灵活一些哦，不断的在前后踩，想要去抓到更好的进攻距离。红方庄佩瑜就是一直采取他进来我就抓个迎击，进来我就抓个迎击，是，其实都非常准确啊。哇，这个后手的挥击，哇，但刚刚有被击中头部哦，庄佩瑜。庄佩瑜的头下巴要收一点，是，有点抬太高了。现在双方的防守架势都稍微比较可能要再想办法做得扎实一些啊。不过确实林玉璇在要往对手怀里去做攻击的时候，庄佩瑜的迎击都做得相当准确哦。其实没有错哦，刺拳都打得很准。前面刚刚红方教练团也有提起，就跟我们赛评文哥讲的一样，下巴要收好。对啊，不然其实林玉璇只要走肚子再打头，那个下巴就被击中了。对，但现在没有太多去攻击 body shot 的部分哦。哇，这个两边就是一直你打我一次下巴，我也打你一次下巴。哇，很激烈。哇，又是连续头部的攻击。哇，那个后手的进攻，下巴真的要收啊！哇，这边来个巴西shot，再接头部的进攻，哇，又命中，感觉有点懵掉了吗？庄佩瑜因为2只手都往前伸直了。是，第2回合要进入最后倒数10秒。哇，这个其实感觉有点危险啊，手要护头啊，对，不应该伸直啊。是，现在第2回合比赛结束，哇，两边感觉没有在挡的。对，我就是被打了，我就打回去啊，我头就露出来给你打。两边完全是单纯的互殴啊，其实这样很危险啊。是，通常啊，你被打晕的那一拳都是你看不到的那一拳、啊。是，对吧？如果这样子攻击的话是不太好。对，再来看一下，透过重播来看第2回合两边，哇，真的是你一拳我一拳哦，直接就往对方的脸部招呼过去了。哇，这边后手直接命中头部，哇，一口气连击了至少3、4拳哦。对啊，手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头部啊，不是身子啊。这个双方在最后一回合看会展出什么样的表现呢？助手退。第3回合开始。好，现在第3回合比赛开始。红方来自浪居格斗的庄佩瑜对上蓝方来自 Shining Fighting Cup 的林玉璇。来看来到第3回合哦，双方目前来看还都是积极的采取攻势哦。哇，连续的攻击，1 2 punch。哇，林玉璇有点抓到他下巴抬起来那个角度啊，是一直往那边攻击啊。是。哇，已经挨了3、4拳了，庄佩瑜。哇，不行，放弃啊！是，教练一直跟他讲说还没结束啊。到钟声响起之前，比赛都是还有机会的哦。对，这个迎击拳就能够确实掌握攻击哦。哇，对，这个庄佩瑜要多打几颗后手啊。是。但现在看林玉璇越打越凶哦，不断的进逼，近身之后就是1、2 punch 左右的连拳。持续刺拳的交互刺探，
感觉庄佩宇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在战斗了。对，体力下滑的比较严重哦。哇，这边刚刚左手的勾拳稍微挥的慢了一些，空隙有点大哦。来到角落附近，哇，现在林玉轩近身上去，哇，不断巴黎需要命中，再一个大动作摆拳。最后20秒啊，其实还是要打点攻势啊，庄佩瑜，不然其实处于劣势方啊。哇，这边就被打中头部哦，最后倒数10秒，哇，又命中头部，3颗、4颗，哇！林玉璇打了4颗啊，再又命中，比赛时间到点，比赛结束。哇，其实他们的输出率非常的高啊。对，应该是目前为止两边出拳最多的一场比赛。没错，3回合狂输出啊，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间啊，就是你打我，我打你哦。你一拳我一拳，两边都没有收啊！现在就要来看最后比赛裁判的判决。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比0，蓝方胜。好，之后持续3比0，由蓝方代表来自 Shining Fighting Cup 的林玉璇哦，请留进行颁奖。最后在场上确实很 shining 啊，也拿下了最后比赛的胜利啊。没错，跟他外号一样啊。在舞台上的闪耀啊！这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场交锋哦。女生确实打得比男生还猛啊！对，从来没有停止过啊！对，几乎都是没有退哦，挨住攻击，继续来反击。那也再次恭喜，也是感谢来自浪居格斗的庄佩瑜。也是最后完成这场比赛，那恭喜 Shining Fighting Cup 的林玉璇最后抢下了比赛的胜利。下一场是拳击项目64公斤以上女子组，蓝角代表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卢佩琴，红角代表积极 Office 刘品涵。只需要进行的一样是女子组的拳击的赛事，挑战组64公斤级以上。蓝角是来自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的卢佩琴，那红角是来自积极 Office 的刘品涵。哇，他们的拳龄落差非常大啊！是积极 Office 刘品涵有拳击7年的经验，但权威的卢佩琴只有3年的经验。是。那现在就要看这个经验的落差会不会在比赛当中给展现出来哦。这个量级应该算女子量级的比较重的量级的挑战。好，那现在比赛开始。哇，这边一开始也是不断的晋升哦，哇，有机会也是不断的换拳。哇，这个后手攻击挥空哦。不断的摆身来找寻更好的机会。蓝方其实都会打一波之后走一个角度啊，是离开他原本的中线啊，这是非常好的尝试啊。是。哇，这个后手的攻击被刘品涵抓到一个后手啊！哇，又第2颗啊！哇，看来确实刘品涵经验很丰富哦，整个防守的架势是挡得很扎实哦。对，他就是不疾不徐的在那边等待你的攻击空档。哇，连续刺拳，再接一个后手，但没有命中。不断想办法要往这抓到对方头部的空隙哦。哇，这边尝试一些巴基下的进攻，但也都被对手给挡住。刘品涵的防守真的很彻底哦，做得很好哦。这个铠甲真的是非常的扎实啊，打不穿啊。哇，可是刘品涵只要1颗后手啊，就打到卢佩琴的下巴啊。是。
这边比赛陈慧是先喊了暂停哦，要调整一下头套。对。不过第一回合时间也即将到点哦，卢佩琴跟刘品涵的对决。最后倒数10秒。哇，尝试往头部来做进攻，但没有办法有效命中。好，最后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一回的刘品涵确实表现出经验非常丰富非常的稳健是。但卢佩琴就是一直在积极的进攻，但他主要就是打不穿对，这个防守真的很扎实，而且整个动作的他的防守架势是有去做变换的没有错，都能够有效的第一拍就能够挡住这个卢佩琴近身之后的进攻哦。就看刘品涵第二回合是不是想要发起一些猛烈的攻势作为反击让卢佩琴有点招架，难以招架。就目前第一回合来看的话，当然卢佩琴的角度就是要不断的抢攻哦。既然对方挡成这样，你持续不断的攻击，对方总是会有疲惫、防御力减低的时候。没错。但就是要看你的攻击能不能打出这样的效果了，而且还要提防这个刘品涵在防御之后的反击。没错，刘品涵防御之后的右手是非常准确的。是，那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哇，现在看起来刘品涵确实比较主动进攻了。扭进去做手横，刘品涵。然后第二回合稍微改变一下策略哦，主动抢前。哇，近距离的挥击，刘品涵这个后手真的很准是。对。再稳，然后没有蹬，然后蹬进去，脚蹬进去。教练要他持续想办法，要进到对手的怀里哦。哇，这个后手又打中头部。刘品涵真的经验相当丰富可以抓住到对方攻击的空档哇，刚刚前手刺拳又有命中哦，但卢佩琴这里还是要持续进攻哦。哇，刚刚前手是有命中的。刘品涵的后手对，真的一直往他脸上打，代表他的卢佩琴的左手要拿高一点是。好，这边尝试转往腹部的进攻。还是要尝试来拉到更近的距离哦。几次进攻还是打不穿。刘品涵的防守。现在卢佩琴有点抓到对方的节奏是。刘品涵打几次后手都挥空还看能不能持续来把握机会，给对手更大的压力哦。现在第二回合即将进入最后倒数的10秒。漂亮。后手进攻就是有效命中哦。好，第二回合时间到点。双方再回到各自的角落，看得出来卢佩琴一开始的时候，刘品涵也稍微更加主动来做进攻哦。对，卢佩琴的防御方式闪躲方式都会往右后方去压，所以刘品涵的右手就可以直接往那个地方去打。是。哇，有没有这个动作？哇，对。哇，你看，就是他应该改变一下他的闪躲的方式对，而且不止后手的反击，他后手之后会再接个前手，会顺势的打下去，其实都能够确实打到对方的身体或者头部。所以说这个经验的差距哦，确实真的不是摆在那里摆假的，真的还是有差哦。哇，7年对上3年呐！现在比赛要来到最后的第3回合。来自浪居阁的，来自 GG Office 的刘品涵跟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的卢佩琴，第3回合的较量。一开始还是稍微比较试探一些，现在近身，想要来更积极的抢攻。哇，左右的连拳。
哇，这个反击的后手攻击真的是很准啊！卢佩琴真的不能往右后方压啊，刘品涵真的是后手一到点到了，哇，又来了，又来！他完全刘品涵没有改变他的打法，就是一直重复啊。但卢佩琴就没办法解决啊，是又来了，中了2拳。哇，这边前手也有办法有效命中哦。尝试一些body shot身体的攻击，卢佩琴要持续抢攻。这边再喊出暂停，头套部分应该是又松掉。好，现在比赛继续，两人第3回合的交手，准备要来进入最后40秒。卢佩琴的体力也是很充沛啊，还是可以走角度啊，但的攻击还是没有效。刘品涵的铠甲防御真的太扎实了。对，而且在铠甲后面是非常锐利的大炮哦。对，右手大炮啊，来了，哇，又来了！哇，连续命中2下。他就左手防御，右手大炮啊。这个隐藏在铠甲背后的大炮，火力很凶哦。哇，这边稍微命中头部。哇，这边又命中，对，感觉就是左手拿个盾牌，右手的剑就是刺出去啊！哇，又命中，连续的命中。刘品涵的攻击，最后比赛时间结束，哇，结束了3回合的较量哦。红方 GG Office 的刘品涵跟南方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的卢佩琴3回合的比赛打完，现在就要来看裁判的判决哦。再先透过我们的重播来看一下两人的表现。确实，其实卢佩琴也必须说，他这3个回合，哇，他的攻势也几乎都没有停下来过，输出率蛮高的，积极的来抢攻哦。确实，但刘品涵整个防御之后反击，真的也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就要来看裁判对于这场比赛的判决的结果。宣判本场比赛结果2比1，红方胜。最后是2比1，由红方代表来自积极 Office 的刘品涵，最后击败了蓝方权威拳击健身俱乐部的卢佩琴，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再次恭喜刘品涵！哇，确实整场比赛这个铠甲的防御力啊，左手盾牌，右手大炮，对，很好用啊，真的。但卢佩琴的攻击也是蛮密集啊，所以他也是有拿到1分的一个分数啊。不过最后还是刘品涵非常明确的策略哦，进攻跟防守都相当的到位，那是以2比1，来自积极 Office 的刘品涵最后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会稍作休息，大概休息个5分钟。我们稍待一会，再回到这场相当精彩的 T110积分邀请赛。T110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即将开战，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私底下选手备战到底都做哪些事情。我们今天来到台湾踢拳协会的秘密基地，跟着我们一探究竟。这里就是台湾踢拳协会的秘密训练基地，而选手们平常都做哪些训练？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平常练习这些内容呢，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体能，然后跟调整动作的细节。因为一场比赛呢有3分钟3回合，所以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呢，也会加深我们对动作组合的记忆，这样我们能在场上呢更随心所欲的发挥。
看他们那么认真训练，你是不是跟我也一样热血沸腾了呢？而大家真的是用汗水来换取在场上的荣耀，而这项运动不只是男生热爱，连女生也有很好的表现。那我们现在的训练就是拳脚跟踢击的训练，那我们就更好发挥出在我们实境对练的时候去做掌控的距离跟打击的有效距离，那我们这样会比较好衔接在比赛场上的，更好发挥出我们高水准的技术比赛。T1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到现在也举办了10届了，很多选手透过这个赛事来累积自己的实力，甚至登上国际舞台。我觉得这对全台湾的格斗选手来讲是非常好证明自己的舞台。T110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不只要拼胜负，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究竟谁能撑到最后一刻？就到比赛见真章。欢迎各位回到我们 T110踢拳拳击积分邀请赛的现场。那我们在上午场呢，已经进行3场精彩的赛事。那当然越晚越精彩，我们稍晚的4场开始呢，将高手对决的金组。但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次金组的赛事呢，得要加入我们立技疯的会员才能够收看。你只要选择任何一个等级的会员加入，就能够收看精彩的赛事了。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大力赞助的 ARUK 非常优质的台湾体育服饰品牌，一样是赞助我们非常优质的服饰。也要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讲如果想要购买我们这一次 ARUK 为这一次 T110纪念 T， 我们在现场也有做贩售要趁着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赶快来去选购了。那当然呢，我们今年的 T1 非常的精彩，我们5月份才刚结束了台港日3地的这个战士征途大赛。那么在 T110呢，我相信会有更多好手缴出好表现，来目标锁定参加明年度的年度大赛。那么我就废话不多说，宣布我们下午的赛事正式开始。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编号第31场赛事选手场。本场是拳击项目75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 MM+ 张博松，红角代表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蓝茂奇。欣赏我们 T110的积分邀请赛。哇，那刚刚非常精彩的开场了，我们立技疯的阿飞教练现在接下来担任这场比赛的转播的赛评的部分那我是主播林志武，也欢迎继续跟着我们直播来欣赏这相当精彩的比赛又来看到就是男子拳击75公斤级挑战组的赛事。那蓝角是 MMA Class 的张博松，跟红角的来自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蓝茂奇选手对，蓝茂奇选手是有点年纪的一个好手是。要来挑战我们蓝方这个比较年轻的选手，我们看是不是拳怕少壮对那双方其实蓝茂奇选手有全龄4年的成绩这边一开赛双方还是距离稍微拉得开一些，所以哇，刚讲完马上健身。是张博松这边打得比较
有压迫性哦，是直接跳进去是连续的重拳。哇，这边后手攻击也有命中哦。而且刚刚江柏松双手一摊哦，有点表示感觉游刃有余的状态啊。比较年轻哦，比较利用他的脚步进退来诱使蓝帽旗做一些重击的动作，再去做一个空档的反击。是。哇，现在闪得相当的敏捷哦，现在逼到即将逼近角落的部分哦。蓝帽旗这边可能要非常小心他的这个连拳哦，是，可能脚步要多做一点移动会比较好。像双方在场中央持续前手刺拳的试探，哇，这个后手攻击挥空，哇，张柏松的这个勾拳哦，是非常非常的准确，是相互的连拳换拳之后才是叫停，要分开两人哦。那现在第一回合要剩下最后的30秒，再来看到张柏松，哇，现在更加积极的向前，哇，这个脚步真的是灵活很多。蓝帽旗正准备要反击的时候，张柏松已经跑到他摸不到的地方了，对，已经退了至少3步的距离。是，而且张柏松的双手都把它放到腰部以下，是要来诱使蓝帽旗来去做一些进攻动作。哇，全都能够有效闪开哦。那第一回合时间到点，哇，很明显的在第一回合的部分，张柏松这边在利用脚步进退，还有他体能上面看起来是比较丰沛的一个状况下，是让蓝帽旗第一回合打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对，我们再透过这个重播 highlight 看一下2位选手在第一回合表现啊。哇，确实张柏松比较积极的上前之后连拳的攻击。哇，这个就是这个退的超级快哦，一口气直接是变成让蓝帽旗选手完全摸不到的距离，哇，那这样打来会很辛苦。因为比较可惜的是蓝帽旗这边他是想要用比较单一发的重击来去做回应，是，那你对到可能体能比较充沛的张柏松这边的话，相对来讲你攻击重击没有到点上哦，就是一来一往就会差距比较大一点。而且在挥出所谓的这种大炮型的重击，其实你挥出，就算你是挥空，你对自己的体力也是耗损很大哦。比赛要来到第2回合，南方来自 MMA Class 的张柏松，对上红方 T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蓝帽旗。哇，像一开始张柏松不断的积极的上前抢攻哦。好，蓝帽旗也把自己的攻击节奏给加快了，是比较担心说又让张柏松给抢得先机啊。对，这边不能再让张柏松像第一回合这么随心所欲，随时把距离给拉开哦。哇，但是这边还是脸上吃好几拳。对，还有被后手给命中头部啊。动作就是太大了，反而是张柏松这边把动作做小一点点，比较密集的出拳，是有蛮有效的一个进攻。哇，跳进去刺拳，一个飞身的刺拳，超远的，而且是有效命中的哦。哇，刚刚也加入一个上勾拳哦，是再把自己的攻击的组合稍微立体一点。哇，刚这个跳进去看出来，张柏松整个下半身的爆发力很猛啊。是，除了这个之外哦，身体条件当然是不在话下，还有他对于距离的掌控上面也是蛮有心得的。是。现在这样，蓝帽旗选手稍微比较辛苦一些哦，要再想办法拿出一些更有效的对策。哇，这有一点点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是，我一直被锁在外面啊。张柏松这边也做得很好，就算是他比较远的距离，还是用前手刺拳持续的在控制距离。是。哇，这边前手刺拳又命中。哇，小心上钩。是。刚讲到，在第2回合这边，张柏松是增加了自己上勾拳的，就等着你蓝帽旗进来了。对，现在第2回合时间，哇，上勾拳来了，又被捞到下巴。哇，我这边是被场裁稍微警告一下，这个不能头太低了。是，不过第2回合比赛结束。哇，看得出来2位的选手在第2回合整个比赛策略都有做出一些改变哦。对，但比较可惜就是
蓝帽旗虽然在前面像把攻击节奏给拉得比较高一点，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突破张博松的一个压迫。对，再透过重播看一下第二回合两位选手的表现。张博松还是把这个距离做得很好。对，而且闪避之余，好这个反击拳都会跟着来哦。哦，就等着蓝帽旗头往下降的时候，他就来一个上勾。对，这个就会比较危险。现在感觉整个比赛的局势跟节奏都有蓝角来自 MMA Class 的张博松，目前主导权是掌控的比较多了一些哦。对于蓝帽旗来讲哦，他如果想要拿走这一场比赛胜利，可能是要在第3回合这个决胜回合要把张博松给打到站不起来才对，必须要拼 TKO 了。现在到第3回合的比赛。而这个反应是不错，跳进去1、2，但比较可惜是，得手了之后突然自己停下来，应该是比较忌惮张博松这边会有反击啊。是，又一个跳进去的4拳。是，他右手刚刚有做个佯攻哦，想要去骗，上勾拳又来了。蓝帽旗很小心张博松的右手上勾哦。哇，持续往右手后手大动作摆拳，但没有办法命中。但现在整个距离感觉到在张博松的掌控之内哦，又压进去了。对，蓝帽旗不能把头都低下来哦。哇，这边动作太大了。蓝帽旗大概都是想要用左右类像勾拳，动作比较大一点。张博松是攻击密集的中线哦，所以基本上手往前伸就可以很有效的攻击到蓝帽旗的头部哦。是，那现在比赛时间剩下不到1分钟了。哇，真的时间不等人了。是，现在张博松逐渐把蓝帽旗给逼到了场边哦。双方再回到比赛场中央，距离太远了。是，蓝帽旗得要进去哦。对，基本上真的是要全力拼哦。现在在分数上，上勾拳又来了，要小心。应该是落后的。像张博松就等你出比较大动作，他来去做反击就好了。基本上守株待兔的一个状况。对。最后是这边刚一个重拳有结果侧头部，对，结果自己反而露出很大的空隙。哇，连续几个重击只能往前抱住张博松啊。好像比赛要进入最后倒数10秒了。Body shot， 哇，这个爆炸声响啊！刚刚那一击非常的重。又跳进去一个4拳。时间到点，比赛时间结束。哇，看得出来必须也给蓝帽旗选手一个非常大的 respect 啊！没错，这已经是超过40岁以上的一个大叔选手，还是愿意在我们 T1 的赛场上来证明自己。而且到最后也看出来还是没有放弃哦，很积极的抢攻，也确实有做出成功的有效命中啊！哇，刚刚那个也是有成功打到张博松的下巴。哇，这边这个最后一波这边就是比较辛苦一点，对，连续吃5、6颗重拳哦，还有这个 body shot 直接砸在肝脏上面。对，刚刚在场边哇，听到这个爆炸声砸在身上的声音有够响亮哦。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比0，蓝方胜。那最后就是3比0，要恭喜蓝方来自 MMA Class 的张博松3比0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真的表现相当的精彩哦，几乎可以说是整个局势都被他完全给掌控住。没错。再次恭喜张博松成功拿下比赛的胜利。下一场是拳击项目90公斤以上男子组，蓝角代表积极 Office 詹介豪，红角代表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江俊贤。好，接下来要继续进行的一样是拳击赛事哦，是男子挑战组90公斤级以上的比赛。那蓝方代表是来自积极 Office 的詹介豪，红角是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江俊贤。重量级的对决。是。
那红方选手江俊贤这边哦，是连续3届都来 T1 参赛，都拿下胜利，已经3连胜。哦，是。那 G9Office 的詹介豪是首度来挑战。是。过去曾经在113年的总统杯哦，有拿下一般组的冠军哦。来看一下，哇，这重量跳进去，直接重拳出发了。哇，这个后手进攻，詹介豪要很小心江俊贤这边，是因为他相对来讲比较熟悉这个赛场。是。这边想要控制住，刚刚吃了一个上勾。是，左手刺拳稍微削到。对，因为詹介豪这边是个子比较小哦，所以在臂展上面也是比较吃亏一点，所以他得要进去打。是。哎，这边就要小心了，江俊贤就是等着你进来。对，刚刚后手的攻击有效命中哦，声音也很响亮哦。这边就是一个body shot， 小心肚子。哇，现在打到场边围绳，再逃脱出来，回到比赛场中央，又来一个 body shot。角度很大的 body shot 哦，双方抱在一起，裁判再分开。双方现在是比较激动一点点，是看谁可以比较进入到冷静的状况，累积比较有效的打击了。不断刺拳去抓下进攻的距离。好，江俊还是等着詹介豪进来。对，上勾拳就来了。勾拳再接摆拳的进攻，哇，后手直拳，前手勾拳，这个组合打得相当不错。是，现在第一回合即将进入最后的25秒。江俊也完全知道自己有身高臂展的优势哦，所以就等着詹介豪进来，他再做动作。是。好，现在双方缠抱在一起，裁判再将2人分开，回到比赛场中央。第一回合要来到最后倒数的10秒。又吃了一个 body shot， 是，哇，这边有做个 level change 哦，对，打了 body 之后再接一个头部的一个勾拳，是，那现在第一回合比赛时间到点，哇，其实双方詹介豪这里很积极的主动抢攻啊，是，但是并没有太好的机会，对。这边基本上江俊也是做一些摇闪的动作去做一个反击，都做得非常不错。而且詹介豪在第一回合比较多，就是面对于红方选手江俊贤的一个重击的时候，是直接把防守给抱在头上没有在看对方，那反而 body 的部分就空下来，吃了2、3颗重击。这可能在第2回合要稍微注意的地方。对，就像我们阿飞教练刚刚讲到江俊贤在身材比较有优势的情况之下，他算是蛮维持他这个占优势，等对方进来就去做反击的策略。那以比赛目前为止来说，也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就要看一下蓝方选手詹介豪的教练团在这休息时间有没有给他一些调整战术对，来到第2回合来看双方的策略有没有做一些变化。这边一个上下点的一个动作，是，哇，刚刚上勾，但是挥空了。近距离并没有得手，是。这边也就是说佯攻的动作。好像詹介豪把江俊想要逼到脚柱上，又被他绕出来。是。整个移动上面，江俊贤现在展现出蛮大的优势，往后退之后想要去攻击。退击的一个上勾，对手下压的动作是被裁判给制止江俊贤现在是非常的余裕，对，是用慢步在移动了，等着你进来。但詹介豪可能要再打主动一点，是，哇，一定要压迫进去。哇，这边的侧头部要小心，把你2颗。第2回合剩下不到1分钟，哇，这边是詹介豪的机会，但又被抱住虽然说把对手逼到场边，但没有办法做到更有效的攻击。江俊很聪明因为他已经在这个场上，这是第4次出赛了，是所以他知道说，自己不利的一个状况没关系，我固定住对方，分开之后我再重新开始，是，所以是非常的聪明，是，哇，这边吃到1拳对，哇，不过现在这边互换，小心詹介豪抓到机会，这可能要把握一下。对，哇，持续连续了一个重拳砸在江俊贤的侧头部。
哎，这边哇， 1、2、3，又是后手的进攻得手，这是詹建豪的机会哦。是先将对手逼到角落。哦，终于追了2回合多，终于给他追到了。第二回合之后倒数10秒，詹建豪的机会，将对手逼到了角落，不断的连拳攻击。哇，最后这30秒，詹建豪是逮到了一个蛮好的一个时机。对，哇，打的江俊贤是有一点点失去他原本的一个余裕了。是变成最后关头有一点点招架不住。那第二回合实现了到点。哇，蓝角GG Office 的詹建豪刚刚最后的表现很精彩哦。是，那有可能在第二回合这边，或许场才会觉得，詹建豪后面的这个表现是蛮亮眼的，说不一定哦，有可能这样子会让场才是判各拿1回合的话，那决胜点就会在第3回合。对，来看就是刚刚这里最后把江俊贤逼到角落，连续的进攻。那要观察一下江俊贤，刚刚回到角柱是看起来是在喘大气了，是要观察他的体能状况。如果他不能移动的话，就会对于其实个子比较小的詹建豪会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是，因为在前2回合他是比较疲于奔命，追不到他。对，那后面刚刚几个重击之后，让江俊贤站在原地，就会变成人肉沙包。对，刚刚几次的强力攻击是有收到效果的，最后关头其实刚刚江俊贤的脚步很明显是有停下来。没错。江俊贤可能要小心，得要从旁边绕开，不要站在角柱哦，等下被关厕所就比较麻烦。是，因为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现在体能剩的油料还有多少。对，两边的脚步感觉都跟一开始相比慢了一些哦。的确哦，詹建豪必须要延续刚刚在第2回合尾声的那一波强势攻势。对，现在不能等哦，因为对他来讲，他必须要去挑战江俊贤。是。好，现在抱住之后，裁判再让2个给分开，回到比赛场中央。江俊贤不断进逼，现在逼到角落，但没有太好的机会，又被江俊贤给逃开。看起来詹建豪这边的体能也是蛮明显的下降。是。哇，这近距离互换。现在第3回合要进入最后1分钟，比赛最后倒数1分钟。好，这个最后应该是体能跟意志的一个挑战哦。谁可以做出比较多有效的打击？看起来两边都很累了。是，现在就是意志力的比拼了。这边要叫一下暂停哦。是他的这个手上的东西脱落了。是。好，那现在比赛继续。江俊贤又蛮聪明的，赶快先架起来，但是被场裁稍微警告了一下。詹建豪得要进去，得要把握这个机会。最后20秒。这边防御之后，身体吃了一记。现在江俊贤打的是比较被动一点点哦。詹建豪，我当然知道很累哦。哇，这一波直接都被命中头部，哇，再继续往前。哇，这一波反而是江俊贤的直拳命中度比较高哦。是，哇，现在钟声响起，比赛结束。哇，最后关头，最后这20秒的换拳很精彩哦。打完之后，两个人都瘫在彼此的身上了。我觉得相当接近啊，是，相当接近。哇，很精彩的对决。再来看一下，透过重播看一下这最后1回合2人的较量哦。对，因为蓝方选手詹建豪当然也知道说自己得要进去打，但可能是说体能上面不允许哦。是。但留到最后10秒的部分比较可惜，是反而让江俊贤这边在比较远的距离是拿到比较多的一个有效攻击。是。那现在就要来看裁判判决的结果。3-0，红方胜。好，最后还是红方来自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江俊贤，是以3-0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哇，那等于是第4次在这个擂台上拿下胜利，没错，在这项赛事4连胜哦。好，说不定未来有机会看到他进军到我们的精英组来去做挑战。确实，这场比赛江俊贤从一开始的策略执行的就相当成功哦。但是我觉得还是江俊贤回去可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
影片啊，是稍微去检讨一下，就是在第2回合后面吃了蛮多詹介豪的一个重击，这个部分是不是在下一次登场的时候可以再去做一点修正？是。哇，双方选手都很疲惫，这边也是要给予来自积极 Office 的詹介豪一个鼓励，一个很可惜 respect 啊。对，其实中间的反击一度打得相当的精彩没错，但还是张俊贤3比0抢下了最后的胜利。接下来也是由拳击组的赛事，是男子挑战组90公斤级的比赛，蓝角是来自 MMA Class 的曾冠宏，那至于红角代表是巨杀拳击队的林宇浩。哇，那也是重量级的赛事哦。因为跟刚刚的比较不一样，因为刚刚是90公斤以上是这一场是90公斤，意思就是说你过磅的时候要 under 90公斤才行。没错，哇，两人的外号都蛮都吓人的很霸气哦。我们巨杀拳击队的林宇浩是巨屌杀哦，那 MMA Class 的曾冠宏。内湖奇遇老师，所以他是一拳就会把对方给一拳超人哦。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人如其名，对，有没有拿出 One Punch 的能耐哦？哇，进去的确拳看起来是蛮重的，曾冠宏。这边晋升不断的换拳是但是这样子比较可惜因为距离太近了，反而是你没有利用到整个臂展完全的延伸，会影响你的攻击力道。哇，林宇浩这边的刺拳但比较可惜因为就是距离比较近一点反而这个曾冠宏这边是有转胯，这个重击的部分是比较有效把对手给逼到角落。哇，两边不断的换拳完全不防守了。对，哇，纯粹的互殴啊！现在这场比赛打完一波之后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体能那个控制人应该。这个体力的流失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巨大许多。是因为两位选手看起来比赛经验是比较少的，是所以通常在你体能的一个调配上面是比较容易出现状况。是曾冠宏这边是持续的开进去双手就像大锤子一样。哇，现在第1回合要来到大概进入最后倒数45秒两边先稍微是冲完一波，先缓一缓，是要喘一下啦。这边就是我们很常要给新的选手或是比较经验不足的选手一些建议就是体力的配比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要打3回合，对，除非你真的很有自信，在第1回合就把它带走，是，不然不太建议这样子一次就冲完了。对，哇，现在逼到角落，但巴力，哇，连续一个重拳，头部，哇，这边曾冠宏拿下一个强毒是，刚刚连续都打中了头部。我们看他的这个左眼角的部分好像有裂伤了，对，见红了，是。哇，连续吃了这些重拳累积了伤害了。哇，这边是要做治疗因为在眼角很明显是有擦伤了，现在有流血的情况。是。对，其实拳击比赛蛮常看到，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其实这都是皮肤比较薄的地方是很容易直接擦伤就流血这边是基本上是用下巴接拳看谁的脖子比较硬，是不建议这样子哇，这边就是你冲一波我冲一波。哇，那这边吃到比较多重击的是红方选手林宇浩。哇，那现在处理之后比赛继续，不过第1回合比赛结束。哇，两边可以说是纯粹的互殴没错没错。但这边可能要比较注意的是红方选手林宇浩这边眼睛的伤势，势必一定会影响他在接下来的一个比赛表现。对。那还有2位选手的一个体能状况，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关注下去。是。因为其实这每一回合，大家观众朋友不要看哇，好像只有2分钟，但这几乎都是无氧运动。没错，你在场上是完全没有可以好好呼吸的时间非常非常消耗你的体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来去家里附近的一个拳馆来体验看看。可能你在前面热身跳完绳，你就想回家。对。哇，那现在比赛第2回合即将开始。看到巨杀拳击队红方的林宇浩跟蓝方 MMA Class 的曾冠宏第2回合的较量。是。那看起来曾冠宏刚刚冲完前面，因为他基本上每一次的冲拳，这边是有滑倒。是，这是滑倒。
哦，但可能也是一个体能上的警讯哦。对，是他的下盘已经开始有点轻了，对，哦，有点踩不住了。是。哦，林宇浩这边很可惜哦，因为他的拳都出的很短，对，比较像是我们看那个叶问的那样子的一个短拳哦。那基本上他的攻击就会比较没有效果。哇，这边后手重拳重拳打中哦。哇，曾冠宏这边，齐豫老师发威了。没错，告诉大家他的就是人如其名啊。哦，这拳真的很重哦，我们可以看到他上半身基本上会往前压，增加他的一个破坏力。对，这样变成刚林宇浩打了很多拳在对手身上，但可能对方只要一击就可以把你的效果完全抵消给回来哦。哇，这样子看起来林宇浩如果再吃一次强毒，那可能比赛就要结束了，因为已经累积2次了。是。哇，现在还是靠冷静。哇，这个重拳比赛直接收掉了。对，内湖齐豫老师。哦，告诉大家，我的重拳哦，绝对是。这个one punch下去，直接命中头部哦，威力真的相当的十足啊！右手大炮的一个威力真的是很有效果。是，哇，再来看一下这重播2人的表现哦。这边是稍微跌倒，其实林宇浩选手几次连续的拳击，确实就像刚刚阿飞教练讲到，因为距离太近哦，有点像这个叶问这个咏春的打法，但你在这个拳击赛场上，这样的攻击是比较没有效果的。是因为他的臂展都没有完全延伸，甚至你的腰部没有转动，你就很难让自己的拳击是比较有破坏力的。是太短了哦，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红方选手林宇浩啊，下一次再去做一点调整，一定会来得更好。对，那就恭喜我们蓝方代表来自 MMA Cast 的曾冠宏，最后在第3回合以 TKO 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哦，表现相当的精彩哦。是，也是他第一次我们在 T1 啊初登板是拿下了首胜哦，期待他未来的表现。下一场拳击项目60公斤男子组，蓝角代表克里斯实战格斗林千羽，红角代表好，继续一样是拳击赛事，要来看到男子青少年组60公斤级，蓝角是来自克里斯实战格斗的林千羽，对上红角代表是岩泉技击运动馆的陈春熙选手。哦，两位选手都是18岁以下，就是青少年组。是。哦，但两位选手的一个身材组成比较不一样哦。我们红方选手陈春熙是个子比较小，但是比较结实一点。然后蓝方选手是比较瘦高型，我们看看会不会影响这个比赛的发展。对，刚好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2种类型哦。那蓝方选手之前在 T1 也有登场过，是吞下败战，然后所以这次再度挑战是想要寻求首胜。是。好，那现在比赛即将开始。哦，那这个身高臂展差很多，但是身体的一个厚实度也很明显，在镜头上面有很大的差距。是哦，所以蓝方选手一定要把距离给做好，对，千万不能让红方选手进来哦。要想办法来发挥自己身高比较高、手背比较长的优势哦。哦，所以脚步啊、前进后退的一个移动，可能是要做多一点。哇，晚在原地去换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哦。对，哇 ，body shot， 哇，很小心。红方的陈春熙也感觉很清楚，自己如果要赢下这场比赛，必须怎么发挥。哇，跳进去的一个左勾拳打得很准哦。是。哇，不断近身的进攻，没有给对手太多喘息的机会。哇，又是一个跳高拳。哇，这边这样子的闪躲恐怕就会比较危险了，头都被打得往后喷了。哇，林千羽并没有太有效来面对陈春熙哦，对，是太多重拳，直接上裁判来做强读哦。好，在判决之后，这边时间比赛要稍微暂停一下，在整个头套跟拳套部分，头套应该是有松脱，要再调整一下。是因为他个子真的是比较瘦高啊，那这个拳看起来头套是太大了一点点。是，那
陈春熙选手非常清楚自己在这场比赛的优势在哪里哦，而且他也做比较多脚步的一个跳动哦，这个就是让林千羽是比较不好抓到他的一个距离。哇，又是哇连续重拳哦，哇，林千羽得要离开哦，不能跟他互换啊。这样互他是完全没有优势的哦。哇，现在再度的再读秒了。好，最后直接场边裁判直接宣判比赛结束、哦。对，因为单回合这个青少年组2次的一个强读哦，为了保护选手。是，那就是恭喜红角来自岩泉技击运动馆的陈春熙哦，这样这场比赛是要在第1回合就以 TKO 的方式拿下胜利哦。我真的比较可惜哦，林千羽这边真的是面对陈春熙跳进来，感觉是毫无应对方式。是在比较近距离想要跟陈春熙互换这个选择，对他来讲真的不是太好的一个决定。对。感觉应该是要来去想办法拉开距离，但是选择跟他换拳哦。在第1回合1分23秒 ，TKO 击倒洪方胜。对，那就恭喜红方岩泉技击运动馆的陈春熙，在第1回合就以 TKO 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哦。比较可惜，林千羽这边又吞下了2连败。是。可能真的回去之后要稍微研究一下自己的一个攻势。有一点点一开始被陈春熙给打乱了节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是，对，但也就再次称赞陈春熙的表现哦，有抓到对方的痛点来做攻击，也确实收到了效果，也恭喜他拿下了胜利，而且非常有礼貌啊，还是拉了绳脚让对手下场。这个运动家精神的展现哦，对，武德表现真是很让人赞许。啊，是在这边聊太久，被自己的教练念了，我可能下场了。对，因为接下来后续也是马上一样是我们男子拳击青少年组的赛事哦。蓝角代表是来自 MAD 格斗训练中心的徐伟成，红角代表一样是岩泉技击运动馆的陈靖宇。接下来看陈靖宇能不能延续陈春熙胜利的好势头，我继续来帮助自家拳馆来拿下胜利哦。对，因为他自己红方选手陈靖宇之前也是在 T1出赛过一次，也没有办法拿下胜利哦，也是来寻求首胜。那蓝方选手也在 T1没有办法拿下首胜。那这一场比赛就是一定有一方可以拿下胜利了，就看谁能够成功开胡哦。好，这场比赛开始，陈俊宇对上徐伟成的比赛。哇，这边徐伟成马上压进去，是。这个对战组合双方的身材就稍微比较相近了一些哦。哇，徐伟成不断的抢攻，抢进距离，压进去，将对手给逼到角落。这边抱住之后，要被裁判来分开了。攻势比较主动一点的是徐伟成这边，是。就现在视觉上看起来，他的身材的肌肉应该也是稍微比较结实一点哦，是有占有一些优势的。虽然打的是蛮积极的，可是进去的一个攻击准确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陈俊宇这边的防守也是做得相当好，并没有太好的一个打击效果，是都打在一个报价上面。好，现在双方距离稍微再拉开，再回到比赛场中央。哇，又是近身，但这边又纠缠在一起，裁判要将2人分开了。那现在第1回合剩下大概50秒的时间。我刚刚那个摇闪是闪躲的相当不错，比较可惜是闪完之后可以去做一个反击拳哦。目前来看，两边都没有办法做到太有效的命中哦。虽然徐伟成刚刚的一个攻击是比较主动哦，那现在也把节奏给慢下来了。是，有点忌惮陈俊宇在那边等着他。对。没有太好的攻击机会哦，两边都一样。徐伟成持续想要来做更主动的抢攻，现在稍微逼到角落这里，但还是主动先退了出来。对，陈俊宇就等着他进去，等你跳进来，我再打反击拳。是。第1回合最后倒数，打一波往后退。对，现在第1回合比赛结束。哇。
第一回合还是比较多试探的一个状况。但在体能的消耗上面，可能是蓝方选手的打法会有比较多体能的消耗。对，我这边连击做的比较多，在前面这一波是打的不错，但比较可惜的是，这边像连续的攻击打到的部分都比如说背上啦，就不是太有效的一个位置。是整个对于对手陈俊宇的影响感觉就没那么大，整个杀伤力有限的状况。对，蓝方选手的这个教练团站在场上是谢凯宇，是刚打完 CFC 职业赛事的一个职业选手，只是在拳击技巧上面也是非常了得，应该是会给自己的子弟兵一些有效的建议在第二回合怎么调整。确实，徐伟成是比较主动的状况，但在主动之余，能不能更加的有效来命中对方，可能会是第二回需要加强的地方。对，也要来观察一下陈俊宇这边在第二回会不会变得更主动一点点。是，因为在第一回合可能已经摸清楚大概徐伟成有哪些武器了。是，一样徐伟成就是跳进去打一波，再退出来。好，不断的试探假动作。两边的一个脚步和一个律动感其实都蛮不错的。是，跳进去，又是徐伟成主动攻了进来，但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这边 body 有摸到一下，但打得不够深哦。哇，这边刚刚后手手命中头部的，左右勾拳之后再做一个身体的 rolling。哇，又是近身。现在这边抱在一起，裁判再将两人给分开。是前进几个短拳，这边推了一下之后呢，撞开抱架，右手勾拳得手。是，哇，这边闪身之后将对手给抱住。哇，裁判有提醒徐伟成这个头部要抬高刚好太低的状况。但现在如果这样子一个进退，就算徐伟成的一个命中率并没有来得这么理想。那也会对陈俊宇不是太好的一个发展。是，已经以整个出拳来说，徐伟成还是比较多哇，刚这个 body 手稍微擦到，哇，这边体能很明显的有消耗了。是，在拳有点像是用推的了，可能就没有像他前面打的那么清脆了。因为徐伟成选择的方式是蛮耗体力的。你自己想，你做一个前后一个进退，进去打一波又跳出来，真的是相当累，而且很耗体力。哇，确实整个出拳的速度慢了很多。我这边想要架住侧头部，这边也是完全挥空了。第二回合要进入最后倒数哇，看起来是拖着脚步了。对，但陈俊宇相对来说脚步还灵活许多。这边勾拳被挡住。是。陈俊宇可能要把握一下机会。对，哇，一分开就去做攻击。第二回合时间到点，哇，看得出来蓝角的徐伟成很疲惫是，这边的话蛮要注意观察，就在第三回合体能的部分。现在他连牙套都有点咬不住了。是，不过至少是说你在第二回合之前，可能比较有效的攻击和比较主动攻势，还是在蓝方选手徐伟成这边再透过重播看下刚刚第二回合两人对，这个时候看得出来整个徐伟成的脚步刚刚都已经踉跄了，几乎是要靠着抱在对方身上才能稍微再支撑住。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红方选手陈俊宇能不能在第三回合把握一下。他现在还有办法露出笑容，对，看起来应该油箱里还有料才对，体力还很充沛但相较之下，我们看到蓝角的徐伟成这边。哇，看起来真的很疲惫是，那就看看我们的陈靖宇是不是在第三回合有拿出什么让人家惊艳的亮眼表现。是。好，那现在蓝角的徐伟成跟红角陈俊宇的比赛来到最后的第三回合。哇，陈俊宇现在很明显稍微更加主动的去做进攻这边裁判再要双方给分开，比赛继续。我刚刚很可爱就是裁判要请他们，你可以继续。刚刚陈俊宇一个回头眼，现在什么状况的感觉？在上午的挑战者赛事有发生过，甚至有选手主动跟裁判说：“他从后面打，我没有啊。”一度两边都傻眼，裁判一个没事继续的概念。
不要自己当裁判了，对就是在听裁判的指示来比赛进行当中，裁判如果没有讲话，没有做出任何判决，比赛就是没错继续没。错。哇，徐伟成现在呢是要黏住哦，看起来就是知道自己体能有下降，对反正我就让陈俊宇不好去出手就好了。确实就前2回合来说，他的整个状况是占优势比较多了。那陈俊现在想办法扭转，对他得要拉开一点点哦 ，body shot 是必须要拉开一点距离，利用自己现在目前体能是比较充沛的状况去打一些有效的一个攻击。是，我觉得很明显，真的徐伟成就是泪就写在脸上哦，你不能让他一直黏在你身上去偷休息啊。对，因为你被黏住，你也没有办法去做进攻。没错，那时间1分1秒就是这样流逝了。是，好，现在再一次就扣分哦。对，这边场裁是警告徐伟成这边，所以陈俊宇得要再打一个主动一点。现在比赛剩下最后20秒了，捞到了前右手直拳，蛮可惜的，就是在攻击的这个精准度上面来讲陈俊宇一直没有办法抓到很好的机会。对，比赛进入最后倒数10秒。来看双方，哇，这边又被黏住，这里陈俊宇可能稍微体力也下滑了，比赛时间结束，2位选手都很累啊，就要来看最后裁判的判决哦。这场红角来自盐泉竞技运动馆的陈俊宇对上蓝角 MFD 格斗训练中心的徐伟成。再看到重播刚刚第3回合2人最后的较量第3回合就是两边很明显的体能下滑，就会有点缠在一起这种缠斗。那对于场裁来讲，这个其实你说哪边优势也相对来讲会比较难判决。其实徐伟成有露出比较多的空档，但陈俊宇基本上都是挥空哦。没错，几个大动作的强烈挥击，但最后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命中对手。结果3-0，红方胜。最后是陈俊宇自己不敢相信啊。对。是以3-0由红方来自盐泉竞技运动馆的陈俊宇拿下了胜利。我看陈俊宇刚刚的表情真的是很经典哦，青少年选手的反应很可爱哦，可以做成表情包了，基本上。对，刚刚自己也是一个我赢了，大概这种感觉哦。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选手都蛮值得回去稍微看一下比赛的回放和进行哦。稍微再检讨一下自己下一次登场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来去做调整。那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徐伟成这边进退脚步真的做得相当不错，是可是可能在体能调配上面，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可惜一点。那陈俊宇这边是抓到对方有空档的机会，但是攻击的命中度上面可能还要再提升。对，其实就比赛内容来讲，2位选手都还有蛮多可以再提升的空间都很年轻。对，毕竟也都是青少年组的选手。不过也再次恭喜陈俊宇拿下了胜利。也是胜场开张了。对，在我们这边T1赛场的胜场开张哦。那接下来进行的一样是拳击，是女子组的赛事，挑战组53公斤级，蓝角是来自 UFC Gym 的魏君颖。对上红角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周提提哦。魏君颖这边呢是之前在 T1是拿下过3场胜利，是。那周提提这边是第一次来登场之前只打过自己馆内的比赛，所以是算是第一次的公开赛。是。对，这边相比之下，魏君颖整个比赛经验感觉是丰富许多也打过这个台北市的青年杯啊，是也打过了 Iron Fist 的精英拳击联赛哦。那现在比赛开始，双方一开始是不断的在抓距离，哇，刚后手的攻击稍微有擦到头部哦。来看蓝方的魏君颖跟红方的周提提。现在比较多的是把距离拉得比较远一点，还是在做试探的动作？是，就看两边能够先找到主导权哦。跳进去的一个勾拳、直拳也没有得手。是。这边双方的距离都拉得相当远，一定得要走进去才有办法去做攻击。对，目前还是在正手、前手刺拳的相互刺探。魏君宇已经尝试好几次左手刺拳、左手勾拳、前手直拳的一个跳击，
都没有办法得手。对，再来一次，哇，这边做了比较多连击，想说我做一次不行，我做3、4拳的连击，看有办法逮到对方。对，但刚刚都还是被周 TT 给闪开哦。好，还是不断往前，魏军主动进攻，现在逼到角落，连续的直拳。对，刚刚是有效命中头部的哦。一样还是魏军更为主动攻击，又来到角落，连续了一个重击，想要锁住周体的脚步，周体赶快离开哦。周体他在移动的时候应该要再多带一点连拳不然的话你会让魏军很容易靠近你。对，像他这样子只有往后退，那你总不可能说等着对方打一波完毕之后你再去做攻击。对。会变成在闪避的时候，反而是一直处于挨打的状况。重点就是你要在对方攻击的状况下去做一个有效的反击，甚至是你的攻击有办法停下对方的攻击，那你就可以在这一波的一个对决上面占有优势。是。那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哇，可以看得出来魏俊确实可能比赛经验比较丰富的情况之下，我在前面一开始大概30秒的试探之后。开始采取比较主动的进攻哦。对，有几波进攻都把周体给逼到这个角柱这边，几波的一个追击，周体都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太好的应对，是，会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有点被追着打的概念。没错。再来看现在比赛要来到第2回合，周 TT 这边有没有能够办法拿出一些更有效来应对的方法？这边看到场边的教练是。不断的在指导他的动作，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回合之间的休息时间，教练跟助手都不断在指导，但选手很疲惫的同时，有没有办法真的吸收进去，并想办法发挥出来？这个可能是要经验累积啦。常常刚开始自己在打拳的时候，也是教练会一直告诉你，你去做你的耳朵打开来，可是你自己在场上的时候，可能是完全脑子一片空白的。但除了比赛的氛围在，这个疲劳感一上来，没错，有时候真的很难听进去哦。哇，这边现在魏军要很小心哦，因为魏军已经冲进去了。对，哇，周体只有办法从左边退到右边，又从右边退到左边呢。得要有手上有一些动作。是，魏军现在第2回合攻势还是很强势哦。周 TT 这边教练团跟教团不断的在喊要他主动的来采取进攻哦，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好的空档。其实有时候是你下好决心，踏出去那一步，就把动作做出来，反而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你一直在那边等，其实你永远等不到好的时间了。是。所以像刚刚的那个尝试就做得不错。可以再来试试看的左勾直拳，因为魏俊也是这样执行的。是。好的机会要自己来创造哦。没错。现在双方距离都稍微拉得开了一些。现在第2回合又进到最后40秒左右了。哇，这边进去右手又吃了一个重拳。又是魏军主动的抢攻成功哦，并且还能够用前手有效拉开距离。再一个后手攻击，逼周 TT 再往后退。第2回合来到最后的20秒，右手佯攻之后跳进去打一个左勾拳哦，魏俊宇这边的一个技巧掌握实际也做得很不错。是，哇，现在第2回合准备进入最后倒数10秒了。哇，刚有个左手的勾拳，对，因为现在看起来周体就只有前手的刺拳而已，是，基本上魏俊宇是完全不会惧怕的。好，那现在第2回合比赛结束。因为左手的一个刺拳的一个用意就是在刺探对手，而且要来测量对手的距离。是，周体应该是我只要左手有办法碰到对手的话，我的右手重拳得要发动。对，他一直等在后面那基本上你没动作，当然这个魏俊宇就是毫不客气了。对，哇，可以再透过看一下第2回合两边选手的表现确实不断刺拳碰触之后。
都是魏俊宇率先将后手那个没错大炮给是是炸出去哦。对，我一直在等待着周体的右手什么时候要发动，对我一直等在后面。那因为我相信，因为这个是比赛经验比较不足的是一个部分，你很担心自己头部不受到打击，是，所以周体的状况是把左侧放得很前面，因为他希望左手比较容易碰到对方，那也会导致你的右手太后面，是距离对手太远。对，感觉他会就像阿飞教练刚刚提到，比较害怕自己头部被击中，会想要用左手来跟对手隔开更大的没错距离。没错，但相对的他自己也没有他的攻击距离。没错啊，这边就做得不错，对右手得要转到正面去做攻击。是，刚刚那个是不错的尝试，可以再多做一点。来到最后一回合了，周体必须想办法有更多有效的命中哦。而且周体的防守可能未来也要注意一下，他下巴抬太高是了，那头部很容易就变成是一个被人家瞄准的一个目标。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下巴就是掌管身体一个平衡哦。是你只要受到重击的话，很容易就突然断线。对，哇，这边头部又被命中哦。对，勾拳砸在一个右侧下巴上。开始刺拳，好，右拳有出拳，但最后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距离还是太远了。是，目前来看，周体必须想办法更加的强势哦。而且这个右手可以，对，应该要追击。现在第3回合剩下大概50秒的时间，我现在有机会来到角落啊，左手控制了一下，又绕了出来，反而到角落这边一个连拳。左右退出来，反而是魏俊宇的一个重击。还是没有太好机会哦，周体刺拳，哇，这一拳中哦。是。而且魏俊宇这边跳进去1、2之后就往旁边绕，是周体得要重新再组织了，这一来一往就差的蛮多的。现在时间持续流逝当中哦，比赛要来到最后10秒的倒数阶段了，小心勾拳。是。哇，刚刚是有成功削中魏俊的头部哦。哇，又命中来了，1、2压进去。对，哇，魏俊最后在比赛结束前又一个相当强势的进攻来结束这场比赛。是，那在这个内容上面来讲的话，看起来是两方选手魏俊宇应该是一路的压制啊。是，啊，确实来看一下第3回合2位选手表现的精彩 highlight 哦。但是我觉得，周体在第3回合有几次，你右手只要愿意出哦，是有机会的，绝对是有机会的。但真的就是刚刚讲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毕竟真的是比赛经验比较少啦，我觉得未来还是可以再去做调整。对，那就来看最后裁判的判决。宣判本场比赛结果3-0，蓝方胜。对，确实哦，就是以3-0，由蓝方来自 UFC Gym 的魏君颖3-0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他在 T1 的4连胜。对，确实这场比赛展现出来整个经验的差距啊，还是有所落差。整场比赛几乎从一开始没多久之后就被魏君颖给完全主导哦。但刚刚也确实在第3回合后续周体有展现一些反击，也算是有收到效果。可能就跟阿飞教练讲的一样，要再稍微检视一下比赛的内容。那其实就以第一次这样来到外面公开比赛的成果来说，也算是还 OK， 是，还有很大可以去进步的地方，也持续加油哦。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它是每一次你练习的一个检视自己现在状态的一个部分。那检视一下这一场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可能在下一场我们去改正这个问题，就可以一次比一次进步。是。那也再次恭喜魏俊颖抢下顺利。踢拳击75公斤男子组冠军林冠宇。好，那接下来场上是踢拳击男子75公斤级挑战组的赛事，原本是要由 BMF 动空间的林冠宇对上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曾玉祥哦。不过在赛前体检的时候，曾玉祥是因为血压过高，两血压体检没有过的关系，所以是由林冠宇直接不战而胜。单脚代表齐藤 Krav Maga 运动馆陈品先
那现在要持续进行编号第40场男子体拳击挑战组80公斤级的赛事，蓝角是由齐藤 Krav Maga 运动馆的陈品先要对上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陈威宇。那红方选手陈威宇这边呢，在 T1 拿下了3胜0败。是。那陈品先这边也有1胜的一个战绩哦。2位选手的一个战绩还有出赛的一个次数是蛮接近的，应该会是一个蛮接近的一个精彩的对决。是。陈威宇过去也曾经在全国泰拳锦标赛拿过75公斤级的金牌哦，在2023年的时候。现在双方要来进行这个踢拳级的较量。这也是我们编号第40场，也就是说，再过几场之后，我们的精英组的对决即将要开始。比赛开始。好，那比赛开始。哇，一开始距离拉比较开，但马上来一个相互的踢击哦。这边重拳为主的是陈威宇，是。12场拳击71公斤精英组陈伟仪、郭佑中段踢。请第43场拳击男子组63。两边扫到现在红方这边陈威宇的脚劲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有点歪掉。是。好，调整之后比赛继续。目前距离还是稍拉比较开。蹬腿。哇，刚刚受小中头部哦。跳进去的一个 1-2 1-2-1，看起来陈伟宇这边可能是认为说自己的拳重是比较擅长的，是，进去大概是以拳为主的一个重拳攻击，对，都是跳进去做 1-2-1的进攻哦。哇，刚才一个膝撞，但没有办法。哇，这个重拳，连续的一个重拳砸击，哇，这边打到对手陈品先有点踉跄啊！哇，直接是穿透这个头套，被打的。站不住脚啊！是裁判现在来进行强度来读秒哦。哇，刚刚陈威宇近身之后的连续重拳的攻击，非常的有效果哦。前蹬跳进去1-2-1 的攻击，哇，现在又来强读了。哇，没有办法继续了。第2次的强读1回合。比赛就结束了。哇，第1回合 TKO， 哇，重拳直接是砸爆了蓝方选手陈品先。对，恭喜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陈威宇。哇，再来看一下这个重播。拳头真的很重因为大家可以看我们挑战组为了保护选手都有戴这个头套。基本上他的一个重拳是直接穿透这个头套，是直接打到陈品先踉跄往后倒哦，这直接倒在了绳子上哦。对，而且并没有办法在这个中间倒数了10秒恢复状态，又被追击一波。是，这边就恭喜TMMA台北格斗运动馆的陈威宇哦。本场比赛结果，在第1回合1分42秒以 TKO 技术击倒，红方胜。就在第1回合1分42秒 TKO， 恭喜 TMMA 台北格斗运动馆的陈威宇，哇，4连胜哦，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哇，刚刚的拳头真的就跟重锤一样，狠狠砸在对手的身上啊，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现场会进行3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等再一起回到 T110非常精彩的拳击踢拳积分邀请赛。